3个方法绝对让你快速改善字体，必看、必学、必会。第一招，偷偷的把字体中某一个笔画加以拉长。拉长之后，字体就有了焦点，看起来就特别的不一样。再看一次，左边的字笔画有拉长，右边的字笔画没拉长，明显的左边的字好看很多。怎么拉长？拉多长？选谁拉长？马上来教会你。步骤1，选定要拉长的笔画。青字的上方有3笔的横画，很适合用来拉长。上方横画拉长，感觉怪怪的，中间好像也不大好，最下方这一笔最适合拉长。那我们要拉多长？这是第2个要考量的部分。如果你拉的不够长，那么集中的效果就会不够强烈。我们要拉的再长一点，让它在视觉上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焦点。没有拉长，没有焦点，把这句话牢牢的记在脑中。画面上的言字没有任何一个笔画拉长，看起来就是呆板。现在开始选择可以拉长的笔画。上方3笔横画，这次要选谁呢？上方横画拉长，效果不错，中间2笔好像不太适合。评估过后，我们将上方的横画加以拉长，这个时候就产生了视觉上的焦点。这个拉长的原理，我们叫它主笔，制造字体里的主笔。横画是拉长笔画的一个好选择，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字都得拉长横画。画面上的大字，如果我把横画给拉长，就会呈现一个很奇怪的感觉。既然横画不能拉长，那么下方的撇捺会不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呢？我们就来试试看。横画不拉长，那我们就保持原来的长度，让它短短的。撇捺我们选择要拉长，于是我们就把撇捺往旁边延伸，再往旁边拉出。再比较一下跟刚刚的效果，你会发现大字拉长撇捺似乎是一个更好的选择。小诀窍教你，马上笔记起来哦。有撇捺就先拉撇捺，没有撇捺时再选择拉横画。捺缝这个字你要怎么做比较好？拉长撇捺，撇捺常常向外延伸，制造字里面的主笔效果。书写一次给你看咯。横画不拉长，那么横画的长度就加以收敛。接着做个心理准备，等一下的撇捺要拉长，要延伸，你要记得要把它写长些。我们要下竖撇咯。竖撇的写法是前半段都是直的，我们叫竖的部分。接着到穿过横画之后，再往外拉出。接下来的下一笔的捺画，我们也要往旁边长长的延伸，延伸之后再拉出。接下来的2笔横画接上来，在上方的部分跟着书写。因为拉长了撇跟捺，所以凤字的书写姿态就变得格外优美。那生这个字怎么办？谁要被拉长？中间结构的部分还能再写宽吗？看起来是不太行。那么就拉长中间的竖画吧，把竖画再做延伸，让它往上下拉长，字体就有了一个重心与焦点。书写生字时，控制一下中间结构的宽度，不要让它太宽，这样才能凸显上下拉长的长度，让它呈现有点上大下小的感觉，这样书写出来的口部结构会比较好看。中间部分书写完之后，我们要拉长竖画的部分咯，让它从上方往下做延伸。竖画的角度要怎么去拿捏呢？你可以利用中间的这一笔纵线，让竖画跟着纵线的角度走，就容易写出直一点的竖画哦。
拉长笔画制造主笔这一招真的超好用，你一定要试试看。第二个方法是让口字形的结构呈现上方比较大，下方比较小这样子的状态。口部结构让它上大下小。对了，我是君玲，订阅这个频道，我会在这里持续教你更多写字的技巧。书写口部结构时，角度要稍微往内侧收。第一笔的书画在下笔的时候，要稍微的往内倾斜。接着再写横折，转折之后一样往内侧倾斜。接下来的这一笔横画可以略微突出一点，在这边稍微有一点压回的效果。写苦这个字，上方部件完成后，下方的口部就让它上大下小。把刚刚教你的步骤再重复一次，最后一笔再往旁边压回拉出。还记得刚刚的身吗？身的中间部分结构，在外侧其实也是一个口部结构，我们也让它略微上大下小，书写起来会更加的好看。第三个要教你的技巧是如何快速的让字看起来工整好看，让凌乱摆放的笔画看起来整整齐齐。在这个格子里面有许多的短线段，短线段之间的空间因为大小不一，所以线段的部分看起来就觉得很凌乱。我们试着把它稍微改造一下，让线段所有的空间变得一致，每一个线段之间距离一致，空间均等。只要把距离抓成大致相等，那么书写起来的感受就会从凌乱变得整齐。空间大小不一，改造成空间大小一致，是这么做的。先下一笔的横画，接着我们要下竖画。竖画写完之后，再抓下一笔横画的距离。这一块空间已经形成出现了。接下来下一笔长横画，我们就要抓跟上面这块空间大致的距离下去书写。所以先估好，大概留这么一块的空间，在这个位置，我们就下笔一笔的长横画。接着我们再下竖画，勾起之后，抓高一点的位置下点画。像这样让空间一致，那么我们书写时字体的笔画感受就会整齐许多哦。拉长笔画当主笔，口部结构上大下小，笔画之间空间维持一致。我们来利用这3个原则来教大家写东方的东。我们先下一笔的短横画，接着我们下一笔的竖画，竖画的角度稍微往内聚拢一点，要制造口部结构上大下小的感觉。接着我们下横折，一样角度再往内收一点。接下来我们要制造空间均等的感受，所以上方形成的空间就是下方2笔横画的大致空间。接下来我们要下一笔的竖画了，竖画要沿着格子中的纵线下去书写，我们就从中间往下一笔竖画，穿越过口部结构之后，再往下走，接着勾回。接下来我们要下撇跟捺，撇跟捺是字里面要去拉长的笔画，所以我们就往旁边延伸出去做一个弧度。接下来再拉出捺画的角度，往旁边做拉长，这样子字中间就会有一个焦点存在，字体也会看起来特别的好看。写字是有方法的，应用方法才能轻松改变字体。如果你也认同这个观点，请在下方留言栏处写下我认同。我把这些写字方法全都整理成一套系统课程，用系统性的课程
才能加速自己字体的改变。这套课程会带着你用最轻松的方式以及最快的速度去改变字体。我们也提供了字帖选择让大家参考，连结我放在下方留言栏处，赶快点选了解吧。如果你在这则影片中有得到收获，请帮我按个赞并热推这则影片，谢谢你的肯定。那么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咯，拜拜。